消化一切，记忆唤醒，谁还倾听？漂浮似尘埃中落定，虚幻中浮现，都散去，别再承诺，别再退后，向过往执着。这世界变了 Ready to bathe in your own flame, ready to be reduced to ashes. Human nature's all what we can only count on. 维克多将军，半小时前，一帮臣民为了救一个孩子，闯进了上明医疗区，和城防军起了冲突，据说还有人中枪。但有意思的是，领头的那个臣民嚷嚷着说是马克让他们做的。对不起，将军。下去吧。是。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一位上明医生竟然主动收治了那位臣民小孩。当然，那位医生也会得到相应的惩处。那家伙下地之前这么一闹，对灯塔的影响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消停的。和他姐一样，太感情用事。将军有没有想过，也许马克是对的，也许这次真的是改变灯塔的契机。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想过改变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吗？猎荒者已经进入目标采集区，但在1刻钟前，灯塔忽然失去了他们的信号。祸是他闯的，任务是他揽的，无论如何，他都必须把东西带回来。没错，我们应该相信他，就像城主常说的，他一定会回来。维克多将军，如果马克取回了药，光影会还要对他不利，将军会怎么做？如何处置马克，只能由城主亲自决定。
这里竟然没有朽物。395。莫城，不行，我们下去找人。莫城，锁定我的位置。哎，马克，你听得到？这是马克听到。重力体结构型破损，建议尽快脱机。世界上随时可能会苏醒，这里很危险，你快离开。真不怕死，还挺适合当猎荒者。上次你保护了物资，还救了柯里，没想到这次又欠你一个人情。锁定对准位置了，就在下面。司令刘伯，如果以后有……对不起，我没得选。
太诱导。来吧，又该挤奶了。撑着，顶住。什么情况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得赶紧给他处理伤口。走。这下马克队长是没救了。你说以后我们跟着谁下地啊？还能分到物资吗？呸！不早不晚，赶上这么个时候。那之前说的话不跟放屁一样。药反正是拿到了，回去只要城主按他说的办，他也算没白死。说不定马克队长能扛过去呢。做梦！你是没看到那脖子上那么长一道口子，机甲扭成那个鬼样子，血流得满地都是。4068，你小子可真贼！你要不是从2队换出来，现在早成肉土了。会首大人，我一个臣民，哪能对付得了马克队长这种人物？马克的眼里从来都只有市级兽，对他来说，臣民根本算不上威胁。除掉他，我就给你一个上民的身份。会首大人，这件事我真的做不到。是做不到，还是不愿做？会首大人，我是很想成为上民，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。可是，马克队长，那个人救过我一命，我不能。身为臣民，你还算聪明，可惜还不够聪明。会首大人，这东西是……4277！身为臣民，隐瞒当土、私藏地面物品，该怎么处置？一律扣除1个月奉献点，罚16鞭，光刑净化3日。会首大人，这件事跟他没关系，东西是我偷带上来的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这么重的惩罚和死刑没什么区别。光影之主怜悯世人，还是给他个痛快吧。这种旧世界的小玩意儿，我也收藏了不少，正好让你见识见识。会首大人，
求你了，求你不要伤害他！三姐姐，三姐姐。有时候这种老古董比枪要好用。会首大人，自然姐姐她什么都不知道。疼吗？疼才算是教训。我答应，我答应你，求你放过他，求你放过他吧。四儿姐姐，四儿姐姐，会首大人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不管是对付猎荒者，还是杀掉马克，你让我怎么杀我就怎么杀，你要他死几次我就杀几次，就算跟他同归于尽我也干。哦，光影之主曾经给了你选择的机会，可惜你并没有抓住。怎么不想见他一面？不是四儿姐姐，只有选对了路，才有活着的可能。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说好要和你快开门！任兵副官。可现实的蜿蜒，如今模糊双眼，想伸出手，你已走。气管已缝合，伤口已封闭，已经恢复自主呼吸。当时大厅里还残留着锈污，以防万一，已给雾化药剂。任兵，任兵。从此我空的手，一起快！
回来就好。队长不是头一次这样了，没事，他一定能挺过来的。请让一下，请各位稍等。生命公式计算中。我理解各位的心情，但就算是重伤人员，也需要进行生命评估的。你们这帮小子！不用算了，不够的话，我的奉献点全给他。还有我的，还有我们的。快，搬人！小心！什么？后撤！你们疯了吗？他是马克！可他被寄生了！呼叫消防军，生产平台区发现寄生体，请求武力清除。喂，放屁！焦利博士，还以为这次又白跑了一趟，没想到马克队长亲自给我烧了条脊骨回来，这么珍贵的生态样本，你就想这么给扔了？快，动作麻利点。请配合我们的工作，请勿带走一切从地面带回的物品。被采样完毕的人员，忍着点。请立即去隔离室进行消毒处理。有用的，统统打包带走。是。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别想打他的歪主意。放心吧，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你们队长。请你想办法摘除脊骨。办法倒是有，就怕你们没那个胆子。一切众生本来而有，圆满清净，同于涅槃。我怎么了？您之前被生命公式判定为无治疗价值。那我现在……要不是马克队长及时带回这些药，您早就死了。
但他也让您成了灯塔上第一个违反生命公誓的人。不知道城主大人要怎么处置马克队长？他人在哪里？已对脊骨和目标进行了亚低温处理，脊骨状态稳定，没有检测到释放猩红素的信号。气管浅层的甲状软骨骨裂，但无大碍。已对颈外动脉和颈静脉进行了修复。目标有中度脑震荡，颧骨轻微移位。左侧第4、第6、第10肋骨断裂，左臂耻骨、左腿胫骨断裂性错位，右小臂、右小腿粉碎性骨折。以上生理损伤已进行医疗处理。但脊柱以第7颈椎、第5、第10胸椎以及第4腰椎处完全断裂，脊髓严重损伤，碎骨有理，并且被脊骨完全覆盖，需要摘除脊骨才能进行医疗处理。不着急，他们的神经在融合。脊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寄生人体，控制人类的。不过以往是脊骨细胞单方面入侵人体，而这次却是……这是马克的细胞在吞噬脊骨的细胞，难怪没有表现出被控制的迹象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这很有可能就是马克还活着的原因。脊髓损伤破坏了马克的中枢神经，他却利用脊骨的神经活了下来。这真是造物主的神来之笔呀！难不成马克会吸收整条脊骨，然后就能恢复正常？没那么容易。博士，脊骨正从亚低温状态逐渐苏醒，生命活动频率增强，融合度上升，代表脊骨的细胞还在被吞噬。再这么下去，不出20分钟，脊骨自己就会脱离宿主。怎么会这样？脊骨不是一旦寄生人体，就绝不会自己离开吗？你去吃肉，却发现肉要吃你，你不跑吗？没了脊骨的话，如果真的是脊骨在维持着马克的生命，一旦脱离，马克立刻会死。既不能让脊骨死，也不能让他离开马克。总算有个脑袋灵光的。加利博士，如果让脊骨成为马克的脊柱，对吗？你疯了吗？原则上来说，只要遏制住脊骨的主神经，就能让它失去自主活动的能力。这样的脊骨，在我看来，和维克多将军的义肢一样，都属于医疗辅具。旧世界已经有大脑移植手术，证明个体的大脑完全有能力控制另一个个体的中枢神经。所以，只要马克的大脑能控制脊骨的神经，脊骨完全有可能成为他的脊柱。不过，那毕竟是脊骨。谁也不能保证未来会发生什么。这是唯一能让他活下去的方法吗？活下去？我很好奇，身体里揣着条虫子，还会是以前的马克吗？或者说，还是人吗？哼！加利博士，请问之前被脊骨寄生的人会有什么变化？肌肉活性大幅增强，力量和敏捷性也远超常人，还可能保留一定程度的智力。档案中就曾出现过寄生体使用枪械以及驾驶重力体的记录。马克队长赤手空拳就放倒了晨曦大厅近半数的绿教士，重甲护神的沙利夫现在还躺在医疗室。此次猎荒者又损失惨重，万一马克失控，就凭光影会和城防军拦得住他吗？马克为灯塔付出了这么多，你们就这么撒手不管了吗？他是为了灯塔吗？他是为了你吧？城防军立刻赶到生态所，处理脊骨。城防军无权进入生态所。城主大人，他现在还不能死。灯塔连个寄生体都对付不了了吗？城主大人，我知道你的顾虑。如果怕失控，就提前布防。他是为了灯塔的未来才伤成这样的。他说的没错。这2年，灯塔确实拥有了重返地面迎接挑战的实力，我却迟迟无法做出决定，因为我不知道灯塔能不能扛过一场几乎毫无胜算的战争。就像马克即将面对的手术，
充满了未知的危险。城主大人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们也不该放弃。是啊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我们也不该放弃。脊骨的生命信号波幅稳定，但激素类信号显示脊骨处于非稳定状态。机械臂仪校准。我一直觉得你们就是一群没用的蠢货，蛀虫、鼠呆子。但我们现在只有20分钟，一旦脊骨脱离宿主，不光马克会死，在这密闭的空间里，如果脊骨释放猩红素，我们一个也跑不了。所以，拜托大家了。是。实时监测并分析脊骨的活动。是。对目标进行麻醉。收到。目标脑电已进入深睡步骤，肌肉已放松，应激反应已抑制，可以开始手术。撑开伤口。吊起脊骨。口气已露出，可以开始切割。超声补刀。是。脊骨的应激反应指数开始上升。启动奥斯勒，清理所有断骨。脊骨的应激反应指数还在上升。指数开始下降。启动福斯曼。是。加固骨节，建立着力点。准备电击。电针充电完毕，放电。击骨说话了，确实是人类的语言。贾丽，你确定你们真的能遏制脊骨的自主活动吗？功率开到最大，可是。我是。怎么好了这？马克，目标血压上升，200、120。贾丽，快停止手术！脊骨的体温也开始上升。加里，立刻关掉电源。
所有操作都在容错范围内。目标心率上升过快，158、162、171。融合继续了，再坚持一下。190、210，心率超过极限值，还在上升。快停下，他快不行了！快停下，他快不行了！再坚持一下，再等等。加力！就差一点了，就差一点了。目标的生命指数恢复正常了。博士，这次手术的意外惊喜可真不少啊！先是脊骨的寄生行为被人类反制，马克利用脊骨活了下来；再是脊骨主动依附马克的骨骼，二者神经完全融合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城主大人，马克接下来可得留在我生态所啊！这些谜题我一定能解开，说不定还能挖出些马纳生态的秘密。终于没事了，真是太好了，真是千钧一发。没想到会首大人料中了，只可惜马克还是活着回来了。喝光者大人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真以为他死了。会首大人信守诺言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喝光者大人，胸牌上怎么还是臣民的编号？上面不是有医疗权限、繁育权限，不是还有属于自己的住所和名字吗？马克现在死了吗？我看你是忘了那个长辫子的臣民是怎么死的了。请喝光者大人放过四277，他是无辜的。上名4068，你该关心的是马克能不能早点断气。只有他死了，你才能活着离开这儿，否则你在地面上所做的一切都会被一律惩处，绝不姑息。可不都是你们要我做的吗？哼，但谁会信呢？这小子因祸得福，获得了一根坚不可摧的脊柱，但脊骨是否永久失去了自主能力，会有什么排异反应和后遗症，这还都是未知。目前仅仅是手术成功了而已。家里心情不错，马克会没事的。你们这帮蠢货！没有脉搏，检测不到血压。脑电波异常，没有自主呼吸。
呼吸器切换到控制通气，准备气管插管。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位置没问题，心跳开始恢复，目标试颤，除颤仪双向报2把降2。肾上腺素1毫克。冉冰，加利博士，马克队长已经……什么马克队长？他是第一个人类和马纳生态的嵌合体，你们不明白这代表着什么吗？肾上腺素！马克，你不能输！你不是从来都没有输给过马纳生态吗？你给我起来！他的生命原质已经开始自然流失了。这台手术已然是保全了马克作为灯塔人的颜面，他这样死去，好歹是保持了人的模样，总好过被市级兽抽走生命原质变成肉虫的好。猎红者马克，死亡时间9月25日7点42分。马克，醒醒啊！你不是说要带我离开灯岛吗？不是要带我去地面吗？有危险的时候，你不是要挡在我身前吗？不是还要和我一起组成家庭吗？你快给我起来
老大，一会儿见到红扣，替咱哥儿几个跟他道个歉吧。毕竟我们没能遵守约定，就算死了，我们这几个老家伙也是没脸见他的。老师，我始终还是没能完成您的嘱托。您把我们的希望留在了灯塔上，可他身上的秘密还没解开，就因为我而失去了生命。我要是早点把实施三大法则的真正原因告诉他，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了。是哪里弄错了？分析已完成，目前样本处于惰性状态，但检测到再生迹象。惰性状态，再生。